小雨总，你也给点意见。好，那个我说两句，这一次咱们内部征选的优胜作品会纳入咱们慧心系列夏季新品系列当中，然后一并推出。一会儿大家认真的把自己的设计理念跟小于总好好说一下。小李，从你开始。这次设计方案呢，我设计了3种不同的设计方案图，请大家看一下。高姐，你别发了，今天这个会议你也参加一下，学习一下。小于总，经过我们大家的初步讨论后呢，我们挑选出了这件产品。这件产品呢，我们改变了平时手链的那种扁平式的设计方案。我们呢设计了一款立体的新型挂坠。这个挂坠呢挂在手链上，无论你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它都是一个完整的桃心。这个概念还是受高慧小姐的启发的。你们啊，还是要被我骂一骂才能出成绩。小尤总，你来评价一下吧。手链的挂坠儿确实别出心裁，真是重量级的设计。你4厘米直径的挂坠儿不算宝石，已经很重了吧？成品打样出来要20克，你考虑过重量吗？啊？这个你是要给顾客举哑铃吗？我们的顾客需要的是物美价廉、简易穿戴的手链。你20岁的时候会买这种手链吗？啊？董事长要看慧心系列所有产品，到现在一个打样都没做出来，连我都收到厂长的投诉。你们怎么回事？那个于总是这么回事，因为现在嘛，大家都忙着这个夏季新品的系列，都忙着设计，所以那边就耽误了。设计部门不单单要画出漂亮的图纸，你们还要盯着自己的成品完成。以后谁设计的作品谁去盯，听没听见？是，好的。我要下周看到成品。我倒要问问你，你工作到底做了些什么？我让你去盯工厂，结果呢？样品在哪里？是设计上面。我的设计不会有问题，有错的只可能是你还有工厂打样的工人。高姐，我给你3天时间，如果3天时间样品还不出来，就别来公司了。好的，我再去和工艺师好好沟通一下，尽快让工厂完成打样。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如果3天之后样品再不出来，你知道该怎么做。如果无法按图纸做出样品，我当然知道该怎么做。什么时候来的？我呢，给你买来夜宵。虽然呢不是我亲手做的爱心面，但是也是可以吃的。来，今天我在集团的公众号上看到你和高总监一起采访的消息，拍得不错嘛，郎才女貌。妈，吃醋了？我吃面最喜欢加醋。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啊！这是你第1次为我吃醋吧？吃醋还那么开心？我当然开心啦！你说我要是跟别的女人走得很近，然后暧昧不清的话，你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我才要伤心呢。你应该多学学我，你只要跟男同事一说话，我恨不得就在你脑门上贴上8个字：于直专属，闲人勿扰。高姐啊，其实说真的，你要是觉得高慧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公开啊。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担心的，我会去解决。你只要安安静静的待在我身边就好了。突然公开，谁知道会让多少少女伤心啊？
我还想在公司好好待下去呢。好吧。哎，对了，你为什么这么晚还在公司加班啊？而且白天还跑工厂？哎，本来是名设计师，怎么干的都是打工小妹的活儿。高慧要是怎么欺负你，我明天去跟他谈谈吧。我是新手，当然会承担更多的打杂工作了。再加上之前在匠心设计大赛上的那些风言风语，我不奇怪他会对我有些看法。工厂那边一直说这设计稿有问题，责怪设计师没有跟他们好好沟通，所以我就想带回来好好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这本来是设计师自己的事情，还要劳累我的女朋友在这里加班加点，费心劳累的，辛苦了。虽然不是我的设计，但这总归是镶嵌组的事，我总不能坐视不理吧。好，那我们先吃东西啊，一会儿陪你一起看。来，我喂你。设计再华丽，呈现不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原来这个小姑娘就是你啊！什么？我在瑞华这么多年了，跟工厂的人都很熟。我听他们说，最近来了一个很厉害的、懂工艺的设计师小姑娘，原来就是我们家高姐呀！没有啦，我就是边学边摸索。你修改之后的设计稿的确是大大的精简了工艺，而且又不是原来的华彩。高姐，你真的继承了你妈妈的天赋。不过，用改良的设计稿要顺利投产，还需要表姨帮我一个忙。好，你说，只要我能办到的。起来啦！你怎么这么早？工厂那边有点事情，所以我要早一点出去了。我以为找个女朋友跟我一起上班，哎，谁知道她上班比我早，下班比我还晚。那当然不一样啦，你是上级，我是下属，怎么可以和你作息一致呢？那你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什么日子啊？我的生日早就过了呀。你的生日也还没到啊。相识纪念日也还没到啊。那到底是什么日子啊？是我们重逢100天的纪念日。哦，这你都能记得呀？我当然要记得了，这么重要。你脑子里只有工作。我错了，那我下次会在手机里设置一个提醒，保证200天的纪念日我一定会记得。好了，去吧。但是啊，今天晚上不许加班，把时间给我留出来。好了，我真的要走了，晚上见。晚上见。
事长来了。董事长，您怎么来了？我是来看看你们镶嵌组的打样情况的。你们都坐下吧。正好王工今天来了，我倒想问问，样品做的怎么样了？你就是高慧吧？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你的设计很有问题，我们做不了。哦，什么问题啊？是我的设计图不够精确呢，还是你们看不懂？你的设计图的确很精确，但是问题也特别明显。既然董事长已经知道了，王工今天也在这儿，那我索性把话说开了。瑞华的工人技艺不行，我们打算找外包的工厂来打样。外包工厂？你开玩笑呢吧？我告诉你，我敢说，在这个市场上，没有任何一家工厂敢接有问题的图。这是很基础的问题。我作为设计师，我当然知道作品要通过打样来实现。可我之前的设计是拿过大奖的，明明是你们不识货，还说我的图纸有问题。我不是到这儿来听你们解释的。设计和打样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不是互相埋怨。你们团队有更好的方案，你们为什么不采用？我们有更好的方案。于之，你是这个项目的全权代表，你没有把控好你们的团队，我对你非常失望。你把高洁叫进来。叫他进来。高洁，进来一下。董事长好。高洁，你把你的方案跟大家说说。原来的设计对于线条的要求过高，在实操中不便于呈现，所以我把它简单化了一点，也方便打样。这和我的设计理念完全背道而驰，你凭什么破坏我的设计啊？设计是可以探讨的，不要首先就否定人家的想法。我今天在这儿不想谈工艺和设计的问题，我想说的是，高洁是来推进这项工作的，作为你们就应该有感谢之心。董事长，我的设计稿没有问题，换一家工厂一定能做出来。设计稿连基本的样品都打不出来，更别说成批生产了。听说你在外面找外家工厂，到处说我们瑞华的工厂工艺不行。这些工艺师都是我带出来的。怎么，你瞧不起瑞华的工厂，或者说是你瞧不起瑞华，还是瞧不起我？董事长，高慧不是瞧不起瑞华，更不是瞧不起您，她只是太在意作品的本身。够了，设计师不光只是画一点漂亮的设计图的，你必须要懂得如何把它变成现实，变成样品，成批生产。如果我们镶嵌组的首席设计师不能任人唯贤，没有顾全大局的眼光，那我看我们还是要另请高明了。董事长是这样，您看啊，敢于打破传统，勇于创新，这不正是证明高慧是一个好的设计师吗？她只是有些年轻，心高气傲，而且你说的话我们也都听进心里去了。我们下次一定及时改正。这不是过家家，还有下次吗？还有机会吗？我们瑞华的产品是要成批生产的，样品有一点的不对，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你看这次停工，那就说明这个问题不是个小问题，可能会毁掉镶嵌组，对我们瑞华也是有伤害，是个大问题。你刚进公司，这是你的第一个项目，你就搞成这个样子，你让我以后怎么相信你？
董事长，董事长，我应该尽早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知道错了。这个项目不能再拖下去了，这次就按高洁的设计方案执行。高慧，你不是让他盯着工厂吗？卫星系列从样品到成品上市，就由高洁全权负责。是，董事长，我会努力的，不会辜负您的信任。这上头布置的任务，我们也很为难。打样如果出不来，这锅到最后不是还是我们背吗？所以你们不能坐以待毙，应该把问题反映给上级，让他们都知道打样不出来的责任应该是在谁那里。我倒是想，可我找谁说去？我有个建议，去找董事长申诉。我本来只是想让王军找董事长申诉，这样就可以按我的修改方案来做。可是工厂怎么会闹到停工这么严重？现在这件事还连累到了于志，害他被董事长责备，我该怎么去跟他解释呢？于志，下班后江边见好吗？哎，高洁，哎，高洁，你可真厉害，方案修改得那么好。董事长那么挑剔的人，可都夸你了。没有了，我就只是提了一个小小的意见。别谦虚了，董事长可都钦点你主控这个项目了，以后你还不是平步青云？对呀，我们都得靠你呢。高姐，恭喜恭喜！没想到你居然能让董事长亲自为你说情。看来咱们这公司真是出了个人才呀！啊，董事长只是为公司的项目考虑，叶总监，你想太多了。干活干活！设计师最终看的还是水平，而不是有谁支持。高设计师说的对，一切还是要回归设计本身。就算有董事长支持你的新方案，是不是真的合理，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我很期待你的成品哦。